李子成有多能打。全片高光时刻正式拉开帷幕。丁钦的死成了压垮李子成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下定决心彻底黑化，要爬上权力顶峰。李子成安排了3步计划，清除所有障碍。第一步就是干掉李仲九，给丁钦报仇。那个在监狱外向来目中无人的李仲九，如今处境惨淡。出狱那天，连一个小弟都没去迎接他。천하의 이중국 꼬라지가 완전 쥐초시구만。李仲九平日最爱讲排场，在金门集团里，他的虎派势力比丁钦的北大门派还要强，这反而说明，在他出来之前，李子成已经把他的人马都清理干净了。예 형님，지금 막 나왔습니다。在车里盯着李仲九的是李子成的小弟，注意他对李子成的称呼已经变了，不再是大哥，而是会长。어이，거기 누구 담배 있으면 하나만 줘라。李仲九办公室外面，一群拿棒球棍的打手早就等着了。导演没直接给正面镜头，是为了制造悬疑和紧张气氛。这一波对李仲九下手的，既可能是张守基，也可能是李子成。李仲九这个人虽然张狂，但一点都不蠢。当初他决定对丁钦动手的时候，就已经料到会有今天，所以出狱后他没跑，直接去了那间还没装修的办公室。他这种向来高高在上的人，怎么可能让别人看到他狼狈的样子？ 뭐 갈 때 가더라도 담배 한 대 정도는 괜찮잖아. 응? 打手的正面镜头里，带头那个就是李子成的小弟。他听完李仲九的话以后，有个咬紧牙关的小动作，看得出来他对李仲九有恨意，但他没有拒绝对方的请求。谁都有落魄的那天，李仲九毕竟当过黑帮老大，不过是想要个有尊严的收场。递完烟以后，那个小弟甚至还很恭敬的用双手给他点上。 오늘이 이사의 날이냐? 자성이한테 축하한다 전해줘라. 회장자를 낳고 있으니 출세했네. 李仲九提前祝贺李子成能当上会长，他已经看清局势了。二把手张守基就是个跳梁小丑，根本不可能是李子成的对手。可笑的是，那些元老居然还押宝在张守基那边。 그 밑에 있던 중국, 정차이, 인마들 그 해도 너무했지. 지금 시대가 어떤 시대인데? 정청계 애들이 가만히 있을까요? 걔들한테는 아직 자성이가 있지 않습니까? 그 문제는 열려들을 수가 없어. 내 장담하건대 이자성이랑 정청계 애들은 절대 함부로 움직이지 못할 거야. 李仲九抬眼看了看窗外阴沉的天气，跟他这凄凉的结局倒挺搭。 어저께 딱 좋은 날씨네. 李仲九没有怨恨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有愿赌服输的坦然。今天不光是个适合闭上眼睛的好日子，也是个适合跳楼的好天气。第二步就是要除掉候补会长张守基。 내 차로 함께 가지. 가면서 할 얘기도 좀 있고 말이야. 张守基名义上是集团的二把手，但他自己的派系早就不行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江科长才打算扶他。当傀儡会长还命令李子成协助他上位，就跟当年帮助丁钦一样。但张守基这个人野心极大，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权力。为了除掉最大的威胁李子成，他搞了一个周密的计划，先从外面雇了一队私人打手当做武力底牌。在集团开理事会那天，他以一起参会的理由骗李子成单独上他的车，但李子成的表情很淡定，并没有拒绝张守基的邀请。注意张守基脸上光影的变化，导演用明暗交替的打光来暗示他表里不一，要在背后对李子成下手。这个定格的画面里，张守基已经忍不住开始笑了。李子成一上车，他这计划就算成功了一半。 오늘따라 날씨가 참 좋네. 안 그런가? 张守基这话就是心里藏不住事的表现，但李子成还是一句话没说。张守基的下一步是甩掉李子成带的保镖车队，让他落单。李子成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看了张守基一眼。 但也只是看了一眼，李子成依然没说话。从他脸上的特写镜头，甚至能看出一点不屑。李子成落单的进展很顺利，张守基的车没费什么劲，就把李子成的车队甩开了。接着车子开到一片偏僻的地方，这是张守基计划里的最后一步定格画面，能看见2辆明显不是集团统一风格的车辆。张守基雇的私人打手早就在这等着了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李子成的表情却异常平静。 내 입장에선 이럴 수밖에 없어. 이해하지? 강 과장이 가만히 있겠습니까? 整个过程，李子成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但很直击要害。警方一直暗地里支持张守基，他这一反水，江科长那边根本交代不了。 못 어쩌겠어. 이제 자네가 없으니 아쉬워지는 건 그놈일 텐데. 张守基的回答说明他根本没想到该怎么处理跟警方的关系。就这一问一答，已经能看出来，张守基跟李子成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。 갈까? 내리지. 李子成平静的让人发毛，他甚至都没再看对方一眼。可张守基完全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，甚至还提前开始说起了获胜感言。 그럼 잘 가시게.
정청이한테도 안부 전하고. 张守基示意手下动手，一个打手抄起棒球棍朝李子成走过去，可李子成跟没看见似的，居然欣赏起了周围的景色。画面切到金门集团的理事会会议室，参会的人陆续进场。定格画面里，3个已经倒向张守基的元老提前庆祝会议能顺利开完。镜头再切回张守基，他满脸通红跪在地上。李子成这边的小弟也已经到了现场。张守基想当螳螂捕蝉，却没想到李子成才是黄雀。早在丁亲葬礼上，李子成就已经安排小弟暗中盯着张守基，他的计划早就暴露了，而且花钱雇来的人能有多少忠心，早被李子成暗中收买渗透了。电影里有个细节，这些外部打手任务完成后，朝李子成鞠躬行礼，前面几个人手提箱里装的应该就是更丰厚的报酬。张守基费尽心思安排的独处计划，反而给他自己挖了坑，正好给了李子成除掉他的机会。李子成重现了电影开头那种狠辣手段，来到最后一步计划，李子成要彻底切断跟警方的联系，他能有今天几乎全是拜江科长所赐。这个上级竟然对他搞了3重严密监控，第一层是他老婆，她是被江科长胁迫的线人，负责监视李子成平时的生活。第2层是那个围棋老师，作为警方单线联络人，却故意对李子隐瞒了一部分信息。第3层居然是他的跟班15，这个人也是警方卧底，专门监视他在帮派里的一举一动。李子成可以说是整部电影里最惨的人，要不是丁清出手，他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。丁清将李子成视为可托付生命的兄弟，明明知道他是卧底，还是选择护着他，临终前还替他谋划出路，可警方却一直把他当棋子和工具，甚至用他还没出生的孩子来要挟他。卧底8年，连一点信任都没换来，相比之下真的是天上地下的差别。所以李子成的最后一步就是除掉江科长和高局长，把所有知情人都清干净。继承了丁清的延边杀手之后，李子成决定直接放出王牌，延边 F4 手段专业又狠辣，高局长最后惨死，江科长也落得个喂鱼的下场。最终李子成登上权力顶峰，稳稳坐在中间的位置，那3个随风倒的元老毕恭毕敬站在他身后。李子成没有辜负丁清的嘱托，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新世界。他慢慢点上一根烟，细细品味着权力的味道，这也是整部片子里李子成唯一一次抽烟的镜头。此刻他跟丽水老乡大哥丁清的那些过往，就像幻灯片一样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예, 브라더. 아이 씨빠 브라더 씻고 영화나 보러 가자. 웬 영화? 뭔 영화 똥 영화지.